设计亲子专属的仪式与传统。有一天，14岁的嘉安突然在餐桌上说：“妈，我觉得我们家好无聊。”妈妈一愣，什么意思？嘉安盯着手机，淡淡说：“就是每天吃完饭，你滑你的手机，我滑我的手机。周末不是你加班，就是我补习，没什么事情值得纪念。”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妈妈的心。她回想自己儿时最期待的是爸爸周五晚上带她去夜市散步，那是他们的小约会。冬至要全家一起包汤圆，没有人可以缺席。那些记忆成为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底色。而现在，为什么他的孩子会觉得家里什么都没有？你家有属于你们的传统吗？你和孩子之间有一种只属于你们的仪式感吗？如果没有，其实你们失去的不只是回忆，而是情感的连结。在现代家庭里，许多父母对孩子付出很多，但孩子却感觉不到。原因不是爱不够，而是爱的传递缺了桥梁。而那座桥往往就藏在一个不起眼但意义深远的仪式。心理学家曾指出，仪式感是让关系不被日常消磨的防火墙。它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刻意安排的小片段，也可以是重大时刻刻意营造出的独特氛围。而家庭传统就是这些仪式感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总和。问题是，现代家庭太忙碌，太随性，过节也变成例行公事，吃完火锅各自解散，这样的生活撑得起日子，却撑不起情感。而青少年正是在渴望归属与认同的阶段，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意义，他们会去别处寻找，像是网络社群、朋友、偶像明星，甚至游戏世界。而这些地方虽然热闹，却不会给他最深层的安全感。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？先来看看两个家庭的故事。17岁的陈恩和爸爸的关系一度疏离，爸爸忙于事业，常常早出晚归，直到有一次陈恩熬夜念书，念到快崩溃，爸爸回来后没多说什么，只是默默煮了一碗牛肉面放在他桌上。从那天起，变成一种默契，每当考试季来到，爸爸总是会在深夜煮一碗牛肉面给他，没有太多话，但那碗面成了我在这里陪你的无声承诺。现在陈恩已经上大学，但他说最想念的就是那碗深夜的牛肉面。淑慧的妈妈从她满10岁开始，每年生日都会写一封信给她，不是例行的祝福，而是真心话。有时是对她1年的观察，有时是妈妈自己的困难，有时是童年往事。这些信没有公开说，但淑慧都一一收藏。她说，很多时候我觉得妈妈不了解我，但看她的信，我知道她一直在努力。仪式不一定要昂贵，不一定要花时间准备，它可以是固定出现的温度，是每一次你还在乎我的提醒。对青少年来说，在他们拉开距离、表现冷漠的背后，其实正渴望这种不会被遗忘的心灵触碰。你可能会问，我们家从来没有这种传统，现在开始会不会太尴尬？完全不会，关键在于只要你用心，就不会太晚。以下是几种常见且容易开始的亲子仪式设定类型，让你马上有灵感。1、时间类仪式，
固定时段属于你们，每周一次的宵夜时光，点一样东西，聊一样话题，每年父子母女之旅，不求远，只求只有你们。周末沙发闲聊半小时，关掉手机，只聊想聊的。2. 动作类仪式，特定行为代表情感。青少年出门前一个握拳头加油或特别手势，每次考完试一起吃一顿庆功小餐，睡前一个固定的晚安小语或贴纸。3. 语言类仪式，只属于你们的语言密码。每年新年互写对彼此的祝福便条纸，有一个属于你们的代号或昵称，遇到争执后的一句和好密码语，彼此和解。这些仪式有些可爱，有些温馨，有些幽默，但重点在于它让孩子知道这是我们的，而我们感正是青少年最需要却最常得不到的安全感来源。孩子不说不代表不在意，很多父母说我有做啊，但他都不反应耶。这时请记得，青少年有一种内建的冷静机制，表面无感，其实内心很深刻。曾有一位爸爸说，他为儿子设计开学早餐惊喜仪式，每学期第一天亲手做早餐，并放一张开学祝福卡片在餐盘底下。前几年儿子都没说什么，只是吃完就走。直到高中毕业那天，儿子主动跟爸爸说，爸，谢谢你那几年都准备卡片，我每次看了都很感动，只是假装没看到。原来那些你以为没被在意的仪式，其实正被默默收藏。还是需要的不是你能不能让他感动落泪，而是你能不能持续做出爱的记号。结语，你不是创造奇迹的魔术师，但你可以是温暖的记忆建筑师。记忆的温度来自生活的刻意安排。我们无法让每一天都特别，但我们可以让某些时刻变得难忘，而这些刻意安排的时刻会成为孩子未来最怀念的片段，甚至影响他如何去爱人，如何建立自己的家庭。你不需要有钱，不需要很会说话，只需要用心，创造出属于你和孩子之间的独特语言，那就是你们的家庭文化、情感密码，也是他未来最强的情感免疫力。从今天起，开始为你们设计那一个仪式吧，哪怕只是一句下雨天我们一起喝热可可，也能成为孩子一辈子最甜的记忆。